提起冷眼这个名字呢，相信大马的投资者们都不会感到陌生吧。他在报社担任编辑的时候呢，就开始接触并研究股票。他现在成为了千万富豪呢，靠的都是他那独特的选股方式。大家好，这里是30岁想退休。今天呢，我将和大家分享冷眼的5个选股原则。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记得给这个影片点个赞并订阅我哦。好，那么废话不多说，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成长了。所谓的成长呢，就是盈利上的成长，也就是说一个企业的盈利呢，必须在3个季度都保持着持续上升的趋势，那么它才能达到这个标准。这就是为什么冷眼呢，它不提倡投资蓝筹股，因为这种企业呢，它虽然庞大，但是它未来的盈利成长空间呢，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，无法再有所突破，所以呢，它的股价呢，也很难的再上升了。如果你想要查询一个企业的盈利状况，你可以到 Malaysia Stock REITs 去看，我会把链接放在说明栏里。由于时间上的关系呢，我就不说如何发掘成长股了。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在留言处里面告诉我，以后呢，我会再做一期来详细跟你们解释如何寻找一个有成长的潜能股。接下来呢，第二重要的选股原则呢，就是现金流，也就是一家企业手头上所拥有的现金的情况。这个资讯呢，你可以在公司的 Annual Report 或者是 Quarter Report 里面呢，那个现金流量表里面查到。现金流量表里面呢，我们比较需要注意的呢是净营运现金流量，也就是从营运的角度来分析一家企业的营运现金流量。如果公司的盈利和净营运现金流量都是一致的呢，那么就代表这家企业的财务状况是健康的。相反的呢，如果公司有盈利，净营运现金却是负的呢，那么投资者们就需要注意了，因为这家企业呢，它虽然在赚钱，但是现金就是往外流的。如果长期都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呢，这些企业呢就有陷入财务危机的风险。因此呢，投资者们必须勤做功课，研究这家公司的净营运现金流量为什么这个季度是负的，才可以判断这家企业值不值得投资。第3个原则呢，就是 PE ratio， 也就是所谓的本益比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一个股票呢，它回本所需要的时间。它的公式就是股价除以每股净利。投资呢，当然是越快回本越好，所以呢，本益比越低的股票呢，越值得投资。比如说一只本益比为6的股票，如果其他方面相同，当然比本益比15倍的股票更值得买进。但是呢，相比于其他同行的企业，如果这个股票呢，它本益比太低，投资者们也必须要多加小心，因为极低的本益比呢，往往都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，可能反映出这个股票呢，它的前途有问题。所以呢，在计算出股票的本益比的同时，投资者们也应该查询这个股票呢其他的评估标准。按照常理呢，本益比为10以下的股票呢，就可以说是价值被低估了，而10到20呢为合理的范围，20以上呢就属于价值已经被高估了。每个行业的平均本益比呢都不一样，所以呢，投资者们必须参考每个行业的平均本益比呢，再做这个投资的打算。接下来呢，第4个选股准则就是股东基金回酬率，也就是所谓的 ROE Return on Equity， 公式为年净利除以股东基金。很显然呢，回酬当然是越高越好，因为这代表了公司的管理层很有效的应用股东的基金来赚取回酬。对比企业近几年的报告，如果业绩有所进步，但回酬反而下跌了，可能就意味着管理层没有充分的利用资金为股东赚取财富，那么就不值得长期持有，因为这家公司的股票已经从本小利大变成本大利小了。最后一个指标呢，就是周息率 Dividend Yield， 也就是公司派发的股息呢所占你股票购买价格的百分比，公式为股息除以购股价。强调一下哦，是除以你购买这个股票的价格，而不是股票的市价哦。举个例子来说，你以每股2块的价钱买了 A 股，当它升到3块时呢，该企业决定派发2毛的股息。对于当天买的投资者来说呢，股息为 6.7%， 但对于你来说却是 10%。 投资者应该将周息率和银行的固定定存率做比较，如果高于银行率呢，那么从收入的观点来说，这种股票是可以考虑投资的。不过投资者们也要小心，不要被高周息率蒙住了双眼，因为企业未必会年年派息，而且如果股价下跌的话呢，那么你的本金也将转盈为亏，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值得。总结来说呢，一个能让你致富的股票，最好就是具备有高成长、健康的现金流、不太高的本益比、高股东基金回酬和高周息率。
但是呢，股市很难有那么全面但价值又不太高的好股，所以如果迫不得已去掉5个准则的其中一个部分，应该从最后的周息率依序往上去掉。记得，成长是最重要的，就像冷眼说的，没成长不要买，有成长不要卖。除了选择一个好的成长股，更重要的呢就是遵守冷眼方程式，也就是反向加成长加时间就等于财富。听起来呢很普通很容易，但做起来呢却是非常的有难度。冷眼方程式呢它不是一个空谈的理论，而是投资者行动的指南。如果可以持之以恒的话呢，肯定可以得到很丰厚的成果。冷眼方程式的第一个环节呢就是反向，就是采取跟群众相反的想法，朝群众相反的方向走，也就是巴菲特所说的别人恐惧我贪婪，别人贪婪我恐惧。当投资者们一致看好股市的时候呢，牛市呢可能已经走到尽头了，反向者呢这时候呢就采取跟全部人相反的做法，卖出他的所有的股票。相反的，当所有投资者都唉声叹气争着抛售股票的时候呢，熊市则有可能已经走到了尽头。反向者呢这时候采取的行动就是买进股票。反向呢并不是要你彻底的跟群众唱反调，而是在买进的时候和群众背道而驰，在买进后则是领导群众跟群众所走的方向是一致的。换句话说呢，反向者呢是在好股票跌的时候才买，而不是等股票已经飙升了才追进去。第二个环节呢则是成长，也就是企业的营业量、盈利和股东基金的增长。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呢，2年的业绩呢它不足以反映整个企业的表现，而是必须比较5年以上才可以看得出企业的成长趋势。1年的业绩不理想并不致命，重要的呢是企业要有反弹力，保持长期成长的趋势。购买股票呢就是购买公司的股份，投资者们从中获利的方法只有2个。第一个呢就是公司派发股息，或者是股票的价值变得越来越大，而这些呢都离不开盈利的成长。而最后一个环节呢就是时间，指的就是长期投资。投资股票呢并不是投机，想要安稳的赚大钱呢，等待呢是必不可少的。时间是好股的朋友，却是坏股的敌人。因为持有好股的时间越长，你的收获就越丰富，所以不要随便脱手。举个例子来说呢，如果你在2001年顶级手套公开募资的时候呢，它的价格2.7块的时候呢，你买入了1000股，成本为2700块。19年后的今天，也就是2020年，你的2700块已经变成了102万马币，成长了接近400倍，呜呼！你现在已经是一个百万富翁了。由此可见呢，时间对财富的积累是非常重要的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。如果你觉得我有什么讲得不够清楚，或有什么想要补充的话呢，请在下面留言哦。也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和分享，谢谢。